在野外，周末地的管理员发现了一台故障机器人，它的内部维修界面是一块4×4的原始电路面板，面板边上有一些竖杠，它们可以看作数字，用来表示每一行、每一列分别要接通几个位置。管理员拿着手上的俄罗斯方块试了半天，却怎么都对不上。这时他开始怀疑，会不会不是自己不会修，而是这个要求本身就错了。先不管那些复杂的形状，我们把问题简化一下。如果我手上只有1格的方块，能不能填进去？再抽象一点，把放入方块变成填入数字，每个格子只填0或1，1表示这个位置接通，0表示这个位置不接通。这样只要每一行每一列的数字和满足要求就行了。原来电路板的样子也不重要，我们只需要这个数字组成的表格就行了。给这个数表起个名字，不如就叫做矩阵吧。这样一来，维修界面就变成了一个01矩阵，边上的数字就是每一行每一列里要求的1的个数。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这个小矩阵里，第一行有2个1，第二行有1个，第三行有1个，所以它的行和是2、1、1。再列数一遍，也得到2、1、1。这就是一种满足要求的填法。可是管理员很快发现，这件事还有另一种看法，每一行各对应一个点，每一列也各对应一个点。如果某个格子里填1，就在对应的行点和列点之间连一条边，这样得到的图，我们给它取个名字，就叫2分图。它的边只会从左边的点连到右边的点，左边内部不连，右边内部也不连，而一个点连了几条边，就叫这个点的度数。于是矩阵里的行和就变成了左边点的度数，矩阵里的列和就变成了右边点的度数。原来的维修问题也就变成了一个图论问题，给定左右两边各一组数字，能不能画出一张简单2分图，每个点的度数刚好等于这些数字，这就是2分实现问题。数学家盖尔和赖瑟给出了一个经典判定方法，我们不用一上来就看完整的定理，我们从这个例子入手，看看背后的逻辑。现在面板要求的行和是4、4、1、1，列和是3、3、3、1。首先总数是对得上的，行这边是4加4加1加1等于10，列这边是3加3加3加1也等于10。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前3列，前3列每一列都需要3个1，所以一共需要9个1。可是这9个1要从4行里面拿，我们看看4行在前3列里最多能提供多少。第一行总共要4个1，但前3列只有3个位置，所以第一行最多只能在前3列里提供3个1。第二行也是一样，它最多也只能提供3个1。第三行总共只要1个1，所以它在前3列里最多也只能提供1个。第4行也是1个1，这样加起来最多只有3加3加1加1，也就是8个。但前3列需要的是9个，9大于8，这就矛盾了。所以这组要求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满足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维修界面真的标错了。上面的思想就是盖尔和赖瑟判定的关键。首先，总数要相等。在这里，我们先把列和按照从大到小排好。现在列和是3、3、3、1，刚好已经排好了。然后验证对于任意前 k 个列，这些行能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1。例如前2列需要一共6个1，而这4行最多提供2加2加1加1等于6个1，所以可以提供。但如果是前3列，根据之前的计算就无法提供足够的1，所以这组要求不可行。如果抽象到一般的情况，就是上面的2个条件，虽然看上去复杂，实际上的逻辑就是前面我们说的，如果把要求改成行和4、4、2、1，列和3、3、3、2，刚才这个矛盾就消失了。检查之后发现这组要求是可行的，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，知道可行以后怎么真的填出一组？管理员想到一个很直接的方法，上面的验证本质是每一步都应该优先照顾最需要1的那些列，每一列或行都尽可能多的拿1。受这个思想启发，可以每一行都把1放到当前最需要它的那些列里，这可以叫做贪心修理法。先处理第一行，
再处理第二行，一行一行往下修。比如行和是3、2、1，列和是2、2、1、1。第一行需要3个1，那就选当前需求最大的3列。如果有需求相等的，就任意从中选取。比如现在选第1、2、3列，填完第一行以后，这3列的剩余需求各减1，列需求就变成了1、1、0、1。第二行需要2个1，继续选当前需求最大的2列。比如现在选第1、2列，填完以后，列需求变成0、0、0、1。第三行只需要1个1，就只能放到第4列。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完整的01矩阵，它的行和是3、2、1，列和是2、2、1、1。也就是说，贪心法真的找到了一种填法。但为什么贪心法能够给出一组可行解？会不会填到最后发现矛盾了呢？实际上可以证明，如果存在一个解，就一定存在一个贪心修理法的解。关键在一个调整操作，我们可以从一个解出发，逐步调整为一个贪心修理法的解。我们发现上面这种2×2小块的交换不影响行和与列和，所以交换之后还是一个解。快速换几次这样的2×2小块，就得到一个满足要求的解。如果有2列，左边那列更需要1，右边那列没那么需要。可是第一行里左边是0，右边却是1，那这个1就不符合贪心修理法。既然左边那列总需求不小于右边那列，那么在下面某一行一定可以找到相反的情况，也就是左边是1，右边是0。这时我们可以交换这个2×2小块，把0、1、1、0换成1、0、0、1。这样一换，每一行里1的个数没有变，每一列里1的个数也没有变，但是第一行里的那个1被挪到了更需要它的位置。所以只要某个填法存在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交换，把第一行整理成贪心法想要的样子。第一行整理好之后，把它拿掉，剩下的部分就变成了一个更小的同类问题。于是管理员就可以一行一行继续修下去。数学不仅能判断有没有解，也能给出一种找解的方法。回头看，其实我们用到了3件事。盖尔赖瑟判定告诉我们哪些要求一开始就不可能。贪心修理法告诉我们如果可行，可以怎样一步步填出来。而2×2小块交换解释了为什么只要有解，贪心修理法也能得到解。当然，原来的问题比这个01矩阵简化版更复杂。数学并不会直接替管理员把所有模块都塞进去，但它至少告诉管理员一件很重要的事：哪些要求本身就是错的，哪些要求值得继续尝试。或许会一点图论，管理员确实能当得更好。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游戏和生活里发现数学的科普视频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。有感兴趣的数学小问题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会挑一些合适的问题在后面的视频里展开。如果这期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点赞分享。我们下期见。